林总，真准备好。回家。7年了，我白手起家，终于等到了上市这一天。不过这一切还要多谢我的丈夫。嫁给我。从校服到婚纱，丈夫周明光一直是我的后盾，永远在支持我、爱护我。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特意提前从国外赶回来，就是为了给他一个惊喜。我要把整个微光公司作为礼物送给他。他总是给我留着等。Viola Musheli， 法语，老公这么晚了还没睡，是还在学法语吗？这个女人是他的法语老师，这么晚了还在上课。我的丈夫，他出轨了。要不是我提前回国，想和他过结婚纪念日，还不会发现我心中那个温柔体贴、不离不弃的好丈夫，竟然背叛了我。我们在你老婆买的房子里做这种事情，她会不会生气啊？那个女人一心只有工作，我只要随便哄一哄，就能把她骗得团团转。Dua, baby, where did Mo go? Where did Hattie? 什么物品 Je suis importe la tête sur moi。Hey, what you doing to me, babe? I'm really feeling your swag. Très sexy, j'adore。和你老婆比呢？那个女人就是个木头，她穿起来可没你好看，更没有你骚啊。Tu sais me faire passer. En fait, vous êtes plus belle que vous n'êtes pas habillée。周明光，原来你一直以来的学法语就是这么学的。你把人带回家，穿我的衣服，还上我的床。不行，我现在冲进去，除了撕破脸还能得到什么？公司马上就要上市，现在离婚，他能分走一半。我辛辛苦苦7年打拼的一切，绝对不能便宜这对狗男女。周明光，我要让你身败名裂，净身出户。还有那个女人，我的衣服可不是那么好穿的。老公，老公，我出差提前回来了，你在房间吗？5、4、3、2。啊，老婆，
你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就回来了？这不是为了赶回来和你过结婚纪念日吗？倒是你，这么晚了还在学法语啊？哦，还不是为了你。不是说好今年要去法国度假吗？我提前准备准备。唉，那也不用学这么晚啊。睡前学习有助于培养语感。对。原来是这样啊，那你们继续学，我收下行李。好。Est-ce qu'elle a combattra? Rassurez-vous, elle ne connaît pas les Français du tout. 周明光，你居然忘了我大学的时候辅修过法语，当时你还陪我上过课。既然你以为我听不懂，正好让我听听你们要说些什么。Chérie, je n'ai pas encore. Ne t'inquiète pas, elle y est s'accrocher dans un instant. Je reste comme là, sans dehors. Ne pas voir dans le salon. 两个不要脸的贱人，看来在我的房子里已经不是第一次。Pas ce soir. Maintenant. Je veux plaquer là. Rose Plus. Sorry. Patience. Mon chéri. Tout ce qui est là sera non. 周明光，原来你想要我的公司和我的钱。既然这样，那就不要怪我赶尽杀绝了。上课需要离这么近吗？老婆，老师在给我展示发音时的口型，我想看清楚点。明光，你知道他为什么会在那儿吗？估计是我找衣服的时候不小心带出来的。你看你，做事还是这么毛手毛脚的。不过，以前你们学习不都是在书房吗？老婆，书房里都是你的文件，我怕弄乱了。可是我记得你们以前学习都是在书房。现在是公司上市的紧要关头，书房里都是机密文件，外人他不方便进去。老公，你还是这么贴心。现在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就先不学了。艾米老师先回去吧。好，我去送送艾米老师。吓死我了！刚刚怎么突然回头啊？没事儿，他应该没发现。也是，他不像我，还会法语。林薇啊，他连你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不过你刚刚说我是外人。哎，宝贝，我这不是为了哄那个女人吗？回头我给你送礼物，赔礼道歉。那我想要一个稀有皮的包。这有什么的？林薇她多的是，过几天来家里随便挑。你们在干什么？老婆，你怎么突然出来了？吓我一跳。我就这么吓人吗？没有，这不是外面天凉，我怕你冻着嘛。这天是有点凉啊。我看艾米老师穿的就挺少。不介意的话，把这个披上吧。老婆，这是你的衣服。可是我不喜欢绿色。老婆，你什么意思？舞票啊，绿油油的，看着就心烦。
你这么个大老板，还搞迷信啊？艾米老师，既然是林总送你的，就拿着吧。谢谢林总，那我今天就先告辞了，明天见。艾米，周明光，你们的明天会很有意思。你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被你发现了。真有事儿？就我大学那个好哥们儿，这几天结婚，邀请我和涛子一起去沪市参加婚礼。我不知道你这几天回来，我就答应了。要不我不去了。和涛子一起？对，就我们俩。你去吧，我给你订沪市最好的酒店。真的？不用那么破费，听意见就行。我和涛子洗洗啊。老婆，你赚钱不容易吗？没事儿，我给你订一间最好的房间。我先回房了。那太好了，我给涛子发消息。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要和艾米出去旅行。那我就趁这次机会，让你身败名裂。这林薇呀，也不知道整天在忙什么，连个孩子都不肯生。要我说呀，这女人还得以家庭为重。就是，整天在外面抛头露面像什么话？这外面都传咱们家明光是吃软饭的，你说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可不就是嘛，还是只不会下蛋的母鸡。要我说，当初明光就该娶王家的闺女，人家3年生俩，据说现在可又怀上了，还是个双胞胎呢，那才叫有福气。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这公司要是交给明光来管，那才像样。7年，我把你们从乡下接来，买房买车孝敬你们，物质从未亏待。女人就该有个女人的样子。我热你们的心，你们周家从上到下全是吸血鬼，白眼狼。爸妈，我来看你们了。哟，你这大忙人还有空来我们这儿？我刚从国外回来，明光和朋友去沪市参加婚礼了，我就顺路来看看二老。哟，哎呀，哟，这都是奢侈品吧？得不少钱呢。妈，你坐。爸妈，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我公司下个月就要在海外上市了，市值预计能翻几10倍。上市？几10倍？那得多少钱呢？薇薇啊，你看这公司上市之后，能不能给我们买几套房？这个明光他大哥大姐啊，都在老房子里挤着呢，孙子外孙也都大了。对对对，至少1人1套。不，得2套。将来呀，孩子们也能用。好，都买。太好了！我早就看中了城南那个新开发的楼盘，明天就去交定金。爸，您先别急。怎么，你不愿意？爸，我当然愿意了，房子肯定会买。这还差不多。只是公司现在的资金都在忙着上市周转，一时间也拿不出这么多现金。要不等公司上市，资金回笼，我立马就给大哥大姐他们买房。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不行，城南那个房子我已经托人打听过了，明天就开盘，抢手的很。等好房子被人抢完了，
要不这样，先把首付交了，把房子先定下来，后面贷款也由你来还。4套房子的首付数额也不小，我一时间也凑不上那么多，要不还是再等等吧。等到猴年马月，我看你压根儿就不想给我们买。或者还有个办法，把您二老现在住的这套房子给卖了，应该能差不多凑齐那4套房子的首付。卖房？那我们住哪？睡大街呀？住酒店呀，等我公司上市，资金一回笼，我立马再把这套房子给您二老买回来。这卖房子也不是小事儿，能行吗？妈，我公司上市，到时候那能上富豪榜的，还差这点买房子的钱啊。行，就这么办，今天就去找中介来看房，赶紧卖了。爸妈，明光现在应该到户时了，我打个电话问问。对了，来，你看，老婆，怎么你突然打电话了？明光，你到了吗？刚到酒店了，正准备办入住。老婆，你怎么突然打电话来了？我没什么事，就是问问你到了没。涛子在你旁边吧，我跟他打个招呼。涛子，他吃坏肚子了，正在厕所呢，一时半会儿出不来。哦，好吧，那你让他多休息休息。放心吧，老婆，回去给你带礼物啊。怎么了？是不是林薇她发现了什么？没事儿，他能知道什么呀？林薇就是个只会工作的傻子，我说什么就信什么。走，那我们去看看他给我们订的房间。周明光，希望你过几天还能笑得出来。你看这个。爸妈，那房子的事儿你们尽快办好，等手续办完，咱们也去沪市逛逛。正好我在那边要出差。好，沪市繁华，我早就想去了。微微呀，房子已经按你说的卖了，买了4套新房，还背着一堆贷款呢。这以后你可得按照你说的，每个月打50万呢。放心吧妈，钱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而且等下我还有个惊喜要送给你们的。什么惊喜？等会儿你就知道了。来坐，来。感谢各位今天前来。大家都知道，微光科技即将上市，我能走到今天，最想感谢的人就是我的丈夫周明光先生，还有他的家人。这些年是他一直在背后默默的鼓励我、支持我，给我力量。微光能有今天的成就，是我们夫妻共同的努力。所以今天我要在此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我决定将我名下持有的微光科技全部股份无偿转让给我的丈夫周明光先生。无偿转让给我？什么天机？真的？我的天，全部都转让给我？这么多钱？不过这个消息，我的丈夫周明光先生目前还不知道。他此刻正在沪市大酒店，准备和好友一起参加婚礼。稍后呢，我就会亲自前往酒店，把这个好消息送到他的面前。在此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一起保守这个小秘密，能让我亲自将这个惊喜送到他的面前。而且目前我也联系了几家主流媒体平台，当我们见面的那一刻，将会进行全网直播。各位如果有空的话，非常欢迎和我一同前往，
见证我们的幸福时刻。好，老头子，你听到没有？全网直播，咱们老周家要出名了！微观科技怎么上热搜了？老师，今天我们还没有学法语呢。喂妈，什么事儿啊？明光啊，妈跟你说，天大的好事！哎呀，微微说让咱们保密，给咱儿子一个惊喜。我这不是太高兴，一时忘了吗？不说了，那就让微微呀亲自给明光说。妈，怎么突然挂了？谁的电话呀？这么扫兴！你不是说今天要好好学法语的吗？对，我要学法语。我可是个好学生。老师，我们继续。各位记者、媒体朋友，感谢大家今天专程前来。我的丈夫周明光此刻就在这家酒店，我手里已经准备好了这份股权转让协议，稍后就会作为惊喜送给他。这也太感人了！赶紧报道呢！我们微微呀是天下最好的儿媳妇，对我们明光啊是掏心掏肺，没话说。微微啊，以后要是明光啊敢做一丁点对不起你的事情，我第一个打断他的腿。各位媒体朋友，那就让我们接下来一起把这个双重惊喜当面送给我最爱的丈夫。好，走。周明光，当你和那个女人在我的床上翻云覆雨时，当你用我辛苦赚来的钱给她买包，带她旅行时，你是否会想到今天？周明光，这就是你背叛我的下场。过去。林总要直播给丈夫送惊喜，这也太浪漫了！好羡慕啊！又有漂亮老婆，又有大公司，这简直就是人生赢家呀！各位，我的丈夫就在这个房间里，希望待会儿大家不要发出太大的声音，我们悄悄地进去，给他一个真正的惊喜。是啊，微微说的对，我们赶紧进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明光。你快看，要推门了，要来了！我去，这么刺激啊！你就快进，进去看看，快！明光，妈来给你送惊喜。坏了，妈，你怎么来了？不能进！为什么不让我进？为什么不让我进？哎呦喂！为什么不让进啊？我都还没开呢，为什么不让进？老婆子，你在干什么呢？为什么不让人进啊？就是啊，为什么不让人进啊？不能进，都说了不能进。哎呀，你们赶紧的！都愣着干嘛呀？赶紧进去吧，给我的丈夫
送惊喜。好，快走，走！怎么这么多人？怎么这么多人？周先生，你给解释一下，这位女生是谁啊？都出去，谁让你们进来？周先生，这位女生是谁啊？我知道，快说走了。周先生，你给解释一下。周先生，误会，都是误会。周先生，你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啊？房间里面怎么还有别的女人？看她没穿衣服的样子，不会在做那种事吧？我的天哪！说好的浪漫惊喜直播呢？这他妈是捉奸现场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谁？老头子，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过来帮忙啊！让他们出去啊！不要拍了！先出去一下啊！谢谢大家配合，大家先出去，请大家先出去！哎，谢谢配合！不能进！喂，你先别生气，你听妈跟你说。妈，里面怎么回事啊？明光呢？大家怎么都出来了？那个是误会。怎么又出去了？这好戏才刚要开始呢。哎呀，快把衣服穿上！这什么话？明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谁？扣子呢？妈，都这样了还问什么问？现在情况就是你们看到那样。你真的跟这个女人睡了？是你，都怪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扫把星，勾引我儿子！妈，你打他干什么？我干什么？我在替你老婆教训这个破坏别人家庭的女人。明光，你给我让开！妈，别闹了，你现在打他有什么用？看刚才那场面，林总的丈夫不会是出轨了吧？然后在酒店被人捉奸在床。小点声，林总还不知道呢。就是这样。我觉得也是这样。出轨了，知道了，这么刺激。大家稍安勿躁。虽然我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我相信我的丈夫周明光先生绝对没有背叛我。他是一起和我携手走过7年的人，是我最信任的伴侣。他正直善良，对我们的家庭从来都是一心一意，所以我相信他绝对没有做对不起我们婚姻的事。他什么都不知道，还这么信任他，出轨的贱男人，我姐就快醒醒了！这么好的老婆，你配得上吗？他太好了，那个男人根本不配，气死我了！就是啊，这样，林总人真好，太善良了。想不到吧，周明光，全世界都在同情我，唾弃你。我越是信任你的背叛就越是不可饶恕，所有人都会站在我这边。明光，你糊涂啊！他到底是谁？怎么会跟你在一起上床的？你说呀！爸妈，里面怎么样了？现在能进来了吗？喂，再等等，马上就好了啊！快想个说辞，不能让微微知道。畜生说话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今天必须说清楚。说清楚，好啊，那我就说清楚。就是你们看到这样，我在外面有女人了。哎，周先生，周先生，解释一下，周先生，谁呀？周先生，说两句，周先生，你解释一下。闭嘴！你疯了！微微还在外边呢。他听到了怎样？林薇爱我爱的要死，你们没看见吗？就算他知道我出轨了，他下跪求我都离不开我，他离不开我。我呸！太不要脸了，出轨还这么理直气壮啊！这个狗男人软饭硬吃，真给我们男人丢脸啊！这怎么回事啊？怎么直播没了？先关闭直播，让子弹飞一会儿，
保持神秘，才能让事情持续发酵。对了，你们怎么会在这儿？还有刚才外面那些记者都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说怎么回事？微微开了新闻发布会，当着所有媒体和嘉宾的面，说要把他名下微光科技的所有股权都转让给你，说是要给你惊喜，然后带着我们还有一大群记者们，说是要来酒店亲自送给你，还搞了全网直播。全网直播？哎，你呀，你真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玩女人，你选哪天不好，你偏要选今天啊！藏都藏不好，现在全完了。整个微光科技的股份啊，马上要上市了，是几十个亿，几十个亿！好了，现在全让你给搞砸了。他真的要把公司都给我，还是全部股份？周哥，几十个亿啊，那我们岂不是要发大财了？都怪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坏了我儿子的好事。要不是你勾引我儿子，今天几十亿就到手了。你这个害人精！妈，你骂他干什么？我喜欢艾米，是我要跟他在一起的，就算净身出户，我也要和艾米在一起。净身出户？你怎么敢？你这个败家子，我打断你的腿！我看你以后再胡说八道。爸，你凭什么打我？我只是在追求我的真爱，我有什么错？你有什么错？你以为林薇的股份是给你一个人的？那是给我们老周家全家的，那是给你大哥、大姐、侄子、外甥的，那是我们所有人翻身改命的指望，那是我们老周家的钱。你这个混账东西！钱，你眼里就知道钱。艾米她是正经的法语老师，收入很高的。还有这些年，我也从林薇那儿搞了不少钱，就算离了婚，也足够给你们养老了。这不比看林薇脸色强？养老？你拿什么给我们养老？凭你还是凭他？微微给我们买了4套新房，就在城南最好的楼盘。他还答应我们每个月给我们50万，那可是50万呀！对，房子，那4套房子，首付还是卖了我们之前住的那个老房子才凑齐的。现在房子已经过户了，我们都没有地方住，还背了一屁股的贷款，那可是好几千万。明光，你醒醒吧，那些贷款你爸是签了字的。微微说了，等公司上市，资金一回笼就帮我们还。现在好了，事情闹成这样，他要是翻脸不认账，那可怎么办？那些贷款谁来还？这些房子会不会被银行收走？我们会不会流落街头？你们怎么想的？你们怎么连房子都卖了？你们买房子的时候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4套房子，几千万的贷款，你们有没有想过，万一贷款还不上怎么办？万一林薇那边出现什么变故怎么办？能有什么变故？就算有变故，也是你这个蠢人弄的。你要是跟林薇好好的，安安生生的，当她一个听话的丈夫，有她这个大老板在前面顶着，帮我们还贷款，我们能会还不上吗？啊？就是，我们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为你大哥大姐他们在乡下过苦日子，我们就想着让林薇拉一把。我们有什么错？错就错在你，都怪你自己被这个狐狸精迷了心窍。是我错了，我错就错在不该跟林薇结婚，让你们有机会像水蛭一样趴在她身上吸血。你说什么？明光，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爸妈？没想到周家人关起门来还有这种狗咬狗的好戏。好，你说我们是吸血鬼，趴在林薇身上吸血。行，我告诉你，这血我还吸定了，吸了这么多年也不差这一口。我告诉你，这几千万的贷款必须由你来负责，你是儿子，你欠我们的。对，这个贷款就让你来还。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跟这个贱人在一起吗？你不是爱他，连几十亿的公司和老婆都不要了吗？既然如此，那这个贷款就让他带你还，让他拿钱出来。我
我哪来的钱啊？我就是一个法语老师，一个月才赚多少钱？这几千万的贷款，你们就算把我卖了，我也还不起。我求求你别逼我了！你没本事，还敢勾引我儿子！艾米，你别怕，有我在，我不会让你帮我爸妈还钱的。这本来就不关你的事，还不是都怪你们！你们来之前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我要是早知道林薇会搞这一出，我怎么会让她发现？你还敢怪我们？谁知道你大白天和这个女人在酒店鬼混的？我们要不是为了几十亿的股权，兴冲冲的过来找你，现在倒好，鸡飞蛋打了。够了，都闭嘴！事到如今，也只有一个办法了。我的办法就是，你现在出去，给那些记者说，你之所以会在这里衣冠不整，全是因为他，是他给你下了药，趁你神志不清的时候把你带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就报警，让警察把他抓起来，就说他意图不轨，敲诈勒索。什么？爸，你让我去污蔑艾米，给我下药，这怎么可能？叔叔阿姨，我和周哥是真心相爱呀，这怎么就变成下药了呢？老头子，这个办法好。明光，你想想，林薇要是知道你不是故意背叛他，是被这个贱人设计陷害的，他肯定会心疼你的，他一定会原谅你的。说不定啊，他看你是受害者，心里愧疚，还会多拿一些钱来弥补咱们呢。不，我不会为了去讨好林薇而去污蔑艾米的。我爱她，我做不到。爱能值几个钱？哦，爱能还几千万的贷款？明光，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我和你爸被那些贷款给逼死吗？周哥，你不能答应啊！要是真这么跟记者说了，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啊？明光，你是不是傻？我不是真的要害艾米老师，他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是为了骗林薇和外面那些记者的。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稳住林薇，把他微光股份骗过来。到时候你当了微光的董事长，大权在握，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到时候想跟谁在一块儿，我和你妈绝不管你。是啊，等我当上了微光的老板，有了钱，有了地位，到时候我想和艾米结婚，谁又能拦得住？哎，对嘛。是啊，等周明光拿到了公司，成了亿万富翁，我想要什么没有？现在的牺牲是为了以后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周哥，我想明白了，为了我们的未来，我愿意牺牲，你就按叔叔说的办，只要我们最后能在一起，我受点委屈没什么的。艾米，你真好，你放心，这些都是暂时的，等我真正拿到公司，我一定风风光光娶你进门啊！这就对了，走。真是一出精彩绝伦的好戏。为了钱，什么狗东西？你们的底线果然永远能突破我的想象。怎么进去这么久了还没动静？这又把门关上了，这他们到底在里面干什么呀？李总还在这儿等着呢，你们看他那么信任丈夫的样子，哎，真是的。啊，喂，出大事了！你跟妈进去看看吧。冰光，你怎么了？你说话呀，手怎么这么冰？爸，到底出什么事了？明光他怎么了？薇薇啊，这个事情说出来，你可千万要冷静啊！你不能怪明光啊，他这也是被人给害了。爸，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快说呀！海敏老师，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不是明光的法语老师吗？你们怎么会在一起？还在酒店里？难道？难道你们出轨了？我花钱请你给明光当老师，你居然背着我做出这种龌龊事！还有你，周明光，我对你这么好，我这么信任你，你这么对我，你说呀，你说！喂，你冷静一点，你别打。明光也是受害者。妈，都这种时候了，你还护着他？明光也是被人设计陷害的，是这个狐狸精，是他给明光下的药，明光神志不清，才被他带到酒店的。周明光，你知道的，我最恨人背叛。你们没有在骗我，对吗？我们没有骗你，怎么可能呢？咱们可是一家人。我们刚刚也是一直在问明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在这房间待了20多分钟，谁知道你们穿没穿过啊？就是谁知道你们说这是什么话？明光被人下了药，意识不清，直到刚刚才清醒了一点点。回忆起来，那痛苦的都是直捶脑袋。你们看他现在的样子。艾米，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现在就当着林总和所有媒体的面，把事情讲清楚。药是不是你下的？是我鬼迷心窍，我知道周哥今天要来护士，于是我就跟着他过来，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在他喝的水里下了药，等他神志不清，我才把他扶进房间。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是一时糊涂。对不起，都怪我一时大意才会着了这种人的道，我差点就……不过幸好你和爸和妈来得及时，那个贱人根本还没有来得及对我做什么。文文，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背叛你啊！这也太魔幻了，捉奸捉出案件，难不成真是被下药了？明光看着也挺惨的。是看着挺惨的。微微啊，这个事情呢，真不怪明光，他也是个受害者。都怪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你心肠怎么这么歹毒？老婆，你打我也好，骂我也罢，我都忍。但是我求你原谅我，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你会原谅我的，对吗？我是被下了药，我是无辜的。都怪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破坏别人家庭，勾引我儿子，你怎么不去死？老公，我怎么会怪你呢？你也是受害者，要怪也是怪他，是他想要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各位记者、媒体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可能需要先处理一些家事，还希望大家暂时先离开一下。那我们走吧。走吧。哎，走吧。
行了吗？别打了，都被憋死飞沫了。你们在干什么？啊！老婆，你误会了，这个厚颜无耻的贱人想爬上我的床，我正骂他。像这种贱人，我恨不得再打他几巴掌。是吗？可我听你刚刚说话的语气，不像是在骂人啊。哎呀，老婆，你又不懂法语，法语是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语言，就算是骂人，听起来也是像在说温柔的情话。是啊，我是不懂法语。既然你想骂他，那你就多骂他几句吧，让我也听听用法语骂人能有多温柔。Mon trésor, je porte comme rap. Dès que je quitte la compagnie, je te pousserai. Je te le promets. 大公爷 ，ready for confiance。两个不自量力的蠢货，死到临头还在做春秋大梦。骂完了吗？骂完了。哎呀，老婆，像这种贱人，多骂他一句就脏了我的嘴。光骂怎么能够呢？他可是差点毁了我们之间的感情，毁了你的清白。这样吧，你替我打他30个巴掌，打完我就相信你们之间没有私情。怎么，舍不得？还是说你刚刚骂他那些话，其实都是骗我的？明光，你还愣着干什么？快打呀！我怎么可能下不去手？这种贱人就该打。最新消息，微光科技林总的丈夫周明光先生并非与人出轨，而是被人设计下药，其下药者正是其法语老师艾某。此事件还涉嫌敲诈勒索，林总夫妇疑似都是受害者。哎，林总，现在里面是什么情况啊？您的老公真的被人下药了吗？感谢大家的关心。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我的丈夫明光的确是这起事件的受害者。有人心怀不轨，企图用卑劣的手段破坏我们的家庭。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经历了这样的事情，才让我更加的确信，我的丈夫明光对我们的感情是忠诚且坚定的。他今天所遭受的伤害和屈辱，我都会和他一并承担。林总，您的意思是，您依然要把微光集团的所有股份转让给您的老公周明光先生吗？是的，我的丈夫周明光是这次事件的受害者，所以我会按照原计划，将我名下持有的全部微光科技股份无偿转让给我的丈夫周明光先生。天哪，原来是这样！林总的老公是被人下药陷害的。我就说嘛，这周明光看着挺老实的，原来是那个法语老师心术不正。我哭了。艾米去死吧！这是什么局几个亿说送就送啊！林总，您真的要这么做吗？这份股份转让权涉及金额巨大，而且是您多年的心血。您确定要在今天这样混乱的情况下，您依然要坚持吗？当然，我的丈夫受到了惊吓，所以我更要将这份礼物今天交给他。我希望这份惊喜能冲淡他今天所有的不愉快。所以诸位，接下来还请大家和我一起再次进门，见证这个惊喜的时刻。走，进去。明光，今天发生了很多事情，很糟糕，很意外。但是我想告诉你，也想告诉所有人，没有什么事情能撼动我们之间的感情。所以今天，我想把我名下持有的全部微光科技的股份都送给你。这份协议，它不仅仅是一份文件，更是这些年来我奋斗的成果，
也是我们之间爱情的见证。现在我把它交给你。明光，你还愣着干什么？这可是微微精心为你准备的惊喜，几十亿呢！是啊，这如果你签了，你就是微光集团的董事长了，我们老周家全靠你了。林薇就这么轻易就把公司送给我了，不会有什么问题吗？今天这一出接着一出。明光，快签吧。应该不会有事儿。林薇就是个笨蛋恋爱脑，一心一意只有我。之前那么多年，我说什么她信什么。今天被我养活，不也信了我是被下药的？这个猪脑子根本想不到方法来害我。签了，我儿子以后就是董事长了。这你以后可就是微光科技的董事长了。我看谁还敢说我们老周家是靠媳妇儿的？宝贝，谢谢你。笑吧，周明光，尽情的笑。我看你还能笑多久？你的好日子就要到头。林总，公司名下的所有核心专利、关键技术所有权已经全部秘密转移到您个人名下，相关法律文件及备案流程都已经完成，绝对不会留下任何可追溯的把柄。公司所有的产品都需要执行专利授权，等到周明光发现他没有专利，卖不出任何产品，到时候一定很有趣。周明光，等你发现你没有核心专利支撑的微光现在只剩空壳公司，我看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明光，我们以后可要跟着你享福了，那50万啊不，100万，每个月100万的零花钱。对了，还有啊，你大哥大姐的房子赶紧过户，让他们也早早搬到城里来。林薇啊林薇，你辛辛苦苦7年，最后还不是便宜我？等我彻底掌控公司，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踢出去。你好，请让一下。警察都来了。你好，这里是有人报警吗？啊，警察同志，是不是搞错了？我们这儿没人报警。爸，啊，是不是你们？这出大戏的日子，着什么晦气？没有，怎么可能呢？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报警呢？是啊，警察同志，会不会是你们找错房间了？不用猜了，是我报的警。我报警，指控这个女人艾米涉嫌对我的丈夫进行下药，并且意图敲诈勒索。我没有，你胡说！哎呀，老婆，这事儿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都是误会。陈云老师啊，他也是一时糊涂，都是我们自家的事儿，要传到警察那儿多不好啊！再说，我现在可是董事长，传出去对公司形象不好。误会？他刚刚可是对你下了药。警察同志，刚刚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包括这位艾米老师亲口承认的下药供述，以及各位媒体朋友和现在正在进行全网直播的镜头，都记录得清清楚楚，证据确凿。对，我们都拍下来了，他也确实承认自己下药了。对，他们说就是他下药了，他承认他下药就是被下药的。艾米小姐，关于你涉嫌下药及意图敲诈的指控，现在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我不去，明光，救救我，救救我，不去。老公，他在说什么？他是不是还在威胁你？啊，老婆，你误会了，我是在让艾米老师去警察局老老实实交代清楚自己的罪行，坦白从宽，争取宽大处理嘛。警察同志，麻烦你了，你们一定要查清楚，给我一个清白。带走。林薇，你等着，要不了多久，你今天给我的难堪，我要你100倍偿还。荧光，你怎么了？脸色好像不太好。今天的事儿啊，太多了，确实有点累了。各位记者、媒体朋友，
非常感谢你们专程前来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现在事情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我和明光也需要一些时间来平复心情，处理后续的相关事宜。好的，林总，那你们先休息，后续有事宜可以及时联系我们。走了，终于走了，吵吵嚷嚷的。儿子，咱们现在也走吧，这么大公司没了董事长那可不行啊。对嘛，那公司里的人还都等着你回去主持大局呢。要我说呀，这公司啊早就应该交给明光来管了。这商场上这么大的事情，哪是一个女人能做得了的嘛？哎，爸，你可别这么说。这微微一个人把公司做到这么大，很不容易的。以后啊，我可得向她好好学习了。走吧，我们回家。对，回家。我儿子现在可是董事长了，太好了。走。林总，按照您的吩咐，公司那边都已经处理好了，生产线的旧设备以资产优化的名义，已经低价处理给几家关联公司。还有几份合同即将到期，如果按期交不了货，公司将会面临巨额赔偿。银行和主要贷款那边呢？都打过招呼了。如果周明光想贷款买新设备，那么他一定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很好，明光，董事长这个位置，我亲手捧到你面前，我倒要看看你要怎么主持大局。这些媒体怎么回事？不是都搞清楚了吗？我是被下药陷害的，怎么就抓住我酒店那几张照片不放呢？嘴巴长在别人身上，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管别人怎么想。我相信你就好了。他们这样乱写，对我刚当上董事长的形象多不好。以后我还怎么出去谈生意？我怎么见合作伙伴？好了，老公，今天是你在公司正式亮相的第一天，是我们的大日子，别让这些不好的事情影响心情。回头我找几家认识的媒体，多写几篇正面报道。老婆，你最好了。走吧，周总，大家都等着你呢。各位，下午好。今天召集大家过来，是要宣布一项重要的人事变动。从今天起，周明光先生将正式担任微光科技集团的董事长，全权负责公司的管理和运营。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会尽快帮助明光熟悉公司业务和流程，而我就准备回归家庭了。明光，来和大家说几句。大家好。他担任董事长，我不同意。林总，我不同意这样的人事变动。我从公司只有3个人的时候就跟着你，7年，2000多个日日夜夜，大家一路拼杀，才终于等到公司上市这一天。眼看就要出头了，您却说走就走，要把公司交给一个从未参与过公司管理的人。周先生，我说话直，您别介意。但管理一家科技公司，可不是过家家。王副总这话说的，我当然知道。管理公司是不容易，但我可以学，林威也会帮我。学？周先生，微光科技现在估值几十亿，旗下3个研发中心，5个生产基地，国内外客户几十家，商场如战场。等你学会，公司就被人要吃干抹净了。就是王副总夫人不对，这周总从来没来过公司。听说他之前就是一个普通上班族，后来干脆靠林总养着。这个老东西，竟然敢在这么多人面前给我难看。王副总的意思是说，我没有能力管理公司了，至少现在还没有。林总，我建议，就算你要转让股份，也要设立一个过渡期。或者聘请职业经理人团队，而不是像现在这么草率的。王副总，我尊重您是公司的元老，但既然你不相信我的能力，那不如你离职好了。啊？这是什么？这什么情况？这个怎么行啊？这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说呀，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微光科技副总的位置，
我还怕找不到人。明光，别冲动。王副总是公司的顶梁柱，一直负责公司的市场、供应链，我只负责技术研发。要是王副总走了，公司会出大乱子的。能出什么乱子？老婆，你就是太容易被人唬住了。公司有我在，乱不了。我儿子说的对，就该这样。当领导的就得立威，不然什么阿猫阿狗跳出来，指手画脚，还以为我们老周家好欺负。是谁啊？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打工的也配质疑我儿子？我儿子现在是董事长了，开除你怎么了？赶紧滚蛋！好啊，真好！我王振华在微光科技7年，没想到最后会是这么一个结局。还废什么话呀？还不快走！林总，保重。好走不送。周明光，你果然没有脑子，第一天进公司就自乱一遍。接下来我看你要怎么办。明光，你真的太冲动了。老婆，别怕，从今天起，整个公司我说了算。都散了吧，啊，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从明天开始，公司将会有一系列新的改变，跟着我周明光的，以后保证大家赚的比以前更多。儿子，真威风，这才是大老板的样子。林总，我刚在楼下已经跟王副总谈好了，他虽然很惊讶，但是一口答应入职你的新公司。新公司的事情多，让他立刻上岗，年底3倍奖金。明白。另外，咱们生产线的设备已经全部卖出去了，这周明光很快就能发现生产线已经停工了。按照我们的计划就好，他现在应该正得意吧？儿子，你刚才可真威风，那个什么王副总被你一句话都给吓跑了。这件事情你做的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我听说这个王副总，他有本事的很，公司很多事情都是他在管。爸，这你就不懂了。表面上我现在是公司董事长，可公司里那些老人哪个不是跟林威打拼起来？他们根本就不服我，尤其是那个王副总，一看就是林威那一派的人。有他在公司，我永远都说不上话。对对对，儿子说的对，就该这样，把那些不听话的都给赶走。没关系，一个一个来，会把林威的党羽全部解除，到时候这公司才真正是我的。还是儿子你聪明，这个董事长早就应该让你来做。哎，对了，儿子，我可打听过了，那个王副总年薪可高着呢，1年200万，这钱与其让别人赚，倒不如让自己人赚。自己？谁啊？你大哥呗，你大哥还在乡下养猪呢，多辛苦，让他来公司给你帮忙，不比外人强？可我大哥他初中都没毕业，这能行吗？怎么不行啊？他那么多猪都养得那么明白，管几个人算什么？再说了，有你坐在这儿，可谁敢不服啊？你妈说的有道理。你大哥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好在是自家人，信得过。那好，那就让他过来吧。这就对了，还是自己人呢，用着放心。我这就给你大哥打电话。林威，等我彻底掌控了公司，我就和你离婚，让你净身出户。哼。3月，沪市国际酒店；7月，马尔代夫。去年春节，京都温泉旅馆。周明光，在我满心满眼都是你，在公司通宵达旦，为这个家拼一个未来的时候，你竟然早就背叛了我。我记得这天，因为发烧差点晕厥，你说出去买药，结果车也没回来。原来那天你是和他在一起。林总，这是周明光和艾米出轨的证据，已经按照您的要求收集完成，时间线索清晰，照片、视频、消费记录、开房记录、通信记录，
都可以交叉印证。很好，原件保存好，云端备份3份。等过段时间，公司新品发布会，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让周明光身败名裂。明白。发布会方案我会按照您的指示准备。哦，对了，这是您之前的体检报告，结果已经出来了。您约的下午3点去医院，还去吗？不去了，取消吧。好的。周明光，我以前是那么爱你，为了给你生个孩子，看了那么多医生，吃了那么多药，到头来都是我一片真心为了狗。现在真是庆幸，幸好和渣男之间没有孩子。怎么会这样？明薇，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明光，怎么了？什么事这么急啊？怎么了？你还好意思问我怎么了？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为什么要把车间里的生产设备全部卖掉？生产线已经全面停工了，你知不知道？啊，你是说设备的事？不然呢？我今天去车间转过才知道，生产线全停，工人们都在闲着。我一打听才知道，生产设备早在1个多星期前就被陆续卖掉了。这么大个事儿，你为什么要瞒着我？那批设备之前一直都是王副总在负责的。你也知道，公司上市前有很多资产优化安排，那批设备已经快5年了，老化严重。引进全新的自动化生产线，利润至少能提升40%。那你也该跟我商量一下吧。我本来是想让王副总把详细的置换方案拿给你看的，但是那天你不是把他给开除了吗？他一走，后续就断了，我就一时半会儿也没想起来。不过你不用担心，公司的账户上有充足的资金，而且其实购买新设备的合同，王副总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供应商都是之前合作过的，价格也优惠，只要钱一到账，新设备立马就能到位安装。账上的钱，那个……怎么了，明光？是账户上的钱有什么问题吗？钱被我用了。很好，挪用公款，罪名再加一条。周明光，你还真是迫不及待地往坑里跳。用了是什么意思啊？明光，那账上的钱都是专款专用的，有严格审批流程的，你怎么……我怎么不能用啊？我现在是公司的董事长，这整个公司都是我的，那我用我自己的钱怎么了？你要搞清楚，今时不同往日。我现在是董事长，代表的是公司的脸面。我出去见客户谈生意，我能开以前的破车吗？我能穿以前那些不上档次的破衣服吗？就是，我儿子说的对。不是我说你，公司的事情明光说了算，他不就是买了几辆豪车，跟几个老板出去应酬了几天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男人在外面做生意，要的就是排场和面子。就是，你一个女人家家的，懂什么生意场上的事情？你不帮忙就算了。还在这拖后腿说风凉话，我儿子这么做不也是为了公司好吗？为了多拉一些生意吗？爸妈，明光应酬需要我理解，但是那笔钱是专门留给新设备升级用的，现在钱被花光了，设备升级不了，订单一直交付不上，公司每天都在赔付巨额的违约金啊。那你就不能再想想其他办法吗？你不是本事那么大，之前公司有困难也不都是你自己解决的。妈，这次不一样，那批设备价值几千万，不是一笔小数目，而且账上的钱本来就是预留给这次新设备用的。或者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资金一时周转不开，我们去贷款就是了。我们公司这么大，去银行做个短期抵押贷应该不难，只要新设备到位，产品生产出来，资金一周转，钱很快就能还上。贷款？你让我去求银行，还要抵押？我这才刚当上董事长几天就去贷款，这传出去像什么话？那别人还以为我周明光一接手公司就资金链断裂了呢。资金周转不开是很多公司都会有的，而且……不行，绝对不行，我丢不起那人。实在不行的话，或者我们可以考虑民间借贷，很多公司放款很快，手续也很简短，正好能解我们的燃眉之急。民间借贷？另外，你让我去借高利贷？高
利贷，那利息得多高啊？利息是高一些，但是我们短期周转。明光，你想想啊，我们公司这么大，只要资金一到位，产品生产出来，资金立马就能回笼。就算是利息高一点，分摊到利润里，那算什么呀？总比生产线停工，天天赔违约金要强吧？而且你是董事长，需要做出成绩来给所有人看。如果你能解决这次新设备的问题，让公司正常运转，到时候所有人才会佩服你。时间拖得越久，外面的风言风语只会越多。听起来好像有些道理。明光，反正就借1-2个月，等到产品卖出去了，很快就能还上了。好吧，那就按照你说的办。好，那我尽快去办。这明光，通往地狱的每一步，都是你自己心甘情愿迈出来的。李总、林总，不知道二位大驾光临，有何贵干？李总，您客气了，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想聊聊贷款的事。明白。微光科技嘛，马上要上市了，大企业，这个临时需要点流水周转，正常。周总，您刚接手就有这种魄力，李某佩服。李哥真是太过奖了。不过确实，公司现在有那么一点小小的资金需求。周总，您开口，肯定没问题啊，说吧，你要多少？那3000万。周总，我给您透个点吧，就咱微光科技啊，这上市前景，别说3000万，3个亿我都敢给您放。不为别的啊，只是为了跟您交朋友，咱以后多来往。那李哥可太够意思了。那就3个亿。好，合同都给你准备好了，你先看。好。明光，李哥是个爽快人，行情我也提前了解过了，这个条件咱们可以接受，关键是快。好，我先。好，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您放心，这笔钱最晚今天晚上就到。多谢李哥，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去了。行，慢走。儿子，怎么样了？贷款的事儿？放心吧，爸，都搞定了。李哥很给我面子，3个亿，今天就到账。哎呀，还是我儿子有本事。我妈呢？你是来上班的还是来享福的？每天下午2点钟才晃悠来公司，凭什么拿着公司最高的年薪？我要你！阿姨，请你放尊重些，我们科研部工作性质特殊，我每天加班到凌晨是常态，上午补觉，下午上班，这是林总特批的，公司员工都知道。就是。哎呦，还林总特批？我看你细皮嫩肉、小白脸的样，该不会是林总找的小白脸吧？我就说他难怪那么大方，1年给你开上千万的薪水。你别胡说，这么多年了，这得偷偷往外送出去多少钱呢？这可都是我们老周家的钱，是我们明光的钱。你血口喷人，你是对我、对林总的人格侮辱。我就说，林薇结婚这么多年，连个孩子都不肯生，原来呀是外边有人了。你够了，儿子，你可算来了。你看看，这个吃闲饭的还敢跟我顶嘴？怎么回事？周总，事情是这样的，我昨晚加班到凌晨，所以下午2点才来上班。这位阿姨不由分说闯进来，就指责我迟到，甚至还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我们科研部的弹性工作制，这是林总定下的。林总，宋工，你要搞清楚，现在公司里没有林总，只有我周总，所有事情由我说了算。就是，现在整个公司都得听我儿子的，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蛋。好，周总，好一个你说的算。既然公司留不下我，那我走就是了。滚！小白脸一个，看着就碍眼。林总，科研部那边
周明光的母亲正在闹事儿，指着宋公的鼻子破口大骂，说的话很难听。这样下去，这宋公可能要被赶走了。您看，您要不要过去看一下？不用。林总，这宋公可是科研部的核心，他要是走了，新公司那边王副总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我给他们配备了最顶级的科研室，现在就等着科研人员过去了。我明白了，宋公他们过去以后，一定会大展拳脚。让他们闹吧，动静闹得越大越好。这些人以后可都是我的左膀右臂呢。周总，您再考虑考虑，宋公可是我们整个科研部的负责人，是公司的技术灵魂。他要是走了，我们很多核心项目就没人牵头，整个科研进度都可能停摆。对呀，说的对呀。这停摆什么停摆？当初那个王副总也说的多么重要，我看他走了，公司倒是挺清静的。阿姨，科研部不一样，微光能有今天，就是靠着技术领先。宋公手里握着好几个关键项目的核心技术，团队更是他一手带起来的。要是没了他，够了。林威果然是个废物，把公司搞得好像离了谁都要完蛋一样。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现在我周明光才是这家公司的老板。正好大家都在，现在我宣布几件事情。第一，从明天开始，公司实行严格的考勤制度，早上9点必须准时到岗，下午6点才能下班，不许迟到早退。什么弹性工作制，全部取消。为什么呀？为什么呀？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呀。在公司里，再见到我爸妈，要保持绝对的尊敬。下次再有不敬礼状的行为，就要向我妈下跪道歉。这个太过分了，凭什么？凭什么呀？怎么可能啊？这上班还是当奴隶？就该这样。现在这公司都是我们周家的，我儿子就是皇上，我就是太后。你们这些当员工的，就该有当员工的样子。第3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查了账，你们科研部就这么点人，竟然占着全公司每个月薪水支出的60%，这简直离谱。从这个月起，你们科研部奖金全部取消，工资减半，加班为公司加班是你们的福气，还想要补贴，做梦！周总，不能这样。我们的薪酬是跟项目成果、专利产出挂钩的，是林总当年亲自出的激励方案。是啊，微光是靠科研起家的，没有高薪吸引人才，哪来的核心技术啊？我们要去找林总，林总不会同意的。对，就去找林总，找林总说理，找林总。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板？我告诉你们，都是林威以前对你们太放纵了，把你们惯得不知道天高地厚，忘了自己到底是个什么身份。从今天起，我就要开始彻底整顿这股歪风邪气。不服是吧？大门在那边，不服就给我滚蛋！公司离了你们，照样转。钱我有的是人想来。好一个周总，好一个周氏王朝，林总真是瞎了眼，把公司交给你们。这狗屁公司不留也罢。宋光，我跟你走，这公司恶心透了。工资减半还要下跪，去他妈！走！科研部里全是林威的死忠，现在好了，总算把钉子拔干净了，以后这公司才真正是我周明光的天下。爸，老家的表弟表妹是不是都大学毕业了？都安排过来吧。好，我这就安排。王副总，各位上车吧。我给大家带来了新工作，职位不变，工资翻倍。好。薇薇，收拾东西呢？以后不常来了，有些东西需要带回去。对了，老婆，有件事我得告诉你，公司里那些废物，尤其是科研部那帮眼高于顶的家伙，我已经全部帮你清理干净了。一个个的本事没有，脾气倒是不小，还敢顶撞我爸，这种蛀虫留在公司里会坏事。现在好了，清清，以后公司里保证只会有一个人。看来你在董事长的位置上适应得很好。那当然了，这管理公司啊，说到底就是管人，该狠的时候就得狠，妇人之仁可不行。看你做得得心应手，我就放心了。按照之前的约定，公司全权由你负责，
以后我就不来了。啊，真的，老婆？是啊，你这几年太辛苦，早就该回家好好休息了。回去啊，享享福，逛逛街，做做美容啊。钱的事不用操心，有我呢。好。哎，对了，下周公司新品发布会，你可一定要来啊！你毕竟是公司的创始人，这么重要的场合你不在，总觉得少点什么。我会来的。林薇，之前你带着记者这波，让我在全网面前丢尽了脸。下周的发布会，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狠狠地踩在脚下。林总，周明光接手公司后，公司出现明显混乱，订单迟迟不能交付，有几家合作方提出了终止合作，并发来了律师函。律师函和解约函，周明光看到了吗？没有，都被我压住了，目前还没有人报上去。这个惊喜就留到发布会那天一起送给他吧。好。欢迎来到微光科技全新1代智能终端发布会的现场。微光现在这情况还敢开新品发布会？我听说他们生产线停了快半个月了，之前的订单都交不出来。可不是嘛，好几家合作方律师函都发过去了，闹着要解约索赔，这违约金加起来呀，怕是要天文数字。现在管事的是林总那位丈夫吧？以前没听说过呀，这下可好玩了。让我们有请微光科技的董事长周明光先生。儿子，待会儿上台可得好好表现，让那些人看看咱们周家的气派。我儿子现在可是董事长了。让我们有请微光科技的董事长周明光先生。哎，就是他干嘛呀？一边待着去！今天是我儿子的主场，你上去是怎么回事？那不是林总吗？微光的创始人怎么没一起上台啊？这你还不明白？人走茶凉呗，公司都交出去了，以后微光啊，就是台子上一家子人说了算了。前不久，您的夫人林薇女士曾将公司的所有股份转移给了你，请问这是你们爱情的象征吗？这件事的确是真的，不过完全不是因为什么爱情，更多的是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考虑。林薇她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足，所以才把公司交到了我的手上。那你应该很感激他吧？我能走到今天，的确要感谢很多人，却唯独不包括他，林薇。周总，您说什么？您不感谢林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家有所不知，微光科技成立7年以来，业务却一直没能真正的壮大，市场份额也始终停滞不前。这根本原因呢，是林薇自己能力不足、决策失误，以及任人唯亲。啊，这什么意思？真的假的？他在说什么？周明光，我把我的公司和7年的心血全部都送给你，你不但不感谢我，竟然还在这种场合公开的污蔑我。污蔑？我污蔑什么？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事实就是这个林薇在公司养了一大堆迟到早退、光拿钱不干活的蛀虫，光科研部那帮人每天下午才来上班，工资却高得吓人。要说这些人没点不清不楚的关系，谁信呢？就是，自从明光接手了微光公司之后，雷厉风行，将公司里那些吃干饭的废物全部揪出来，清理出去，要不然微光公司早就被掏空了。正是因为林薇长期的不作为和管理混乱，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原来是这样。所以在这里，我以微光科技董事长的名义正式宣布，从今天起，林薇女士将彻底与微光科技分割，永久不得以任何形式插手公司的事务。也就是说，林薇，你被开除了。什么？我把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你，你现在要把我扫地出门？周明光，我这么对你掏心掏肺，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林薇，我这也是为你好，你做不好扛不起的事儿，我做了也解决了，哎，你应该感激我才对。就是，女人啊，就不要出来抛头露面了，公司的事情你还是不要插手了，本本分分的
就在家里待着吧。周总，恕我直言，您这么做是不是太不地道了？地道？公司的股份可不是我伸手要的，是林威主动自愿求着我要给我的。至于能力的话，大家看看今天，我刚刚接任董事长，就成功研发出了新品，并召开了这场发布会。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证明吗？证明我的能力比林威他强100倍。你的能力？周明光，你确定吗？今天的这个发布会，明明也是我为了扶你上位，替你准备的。林威，你都到了这个时候，还死要面子说这种话？你当了7年的董事长都没能研发出来的新品，我一上任就做到了，这就是实力。你说这是你准备的，这话说出去，谁信啊？别跟他废话了，明光，快让大家看看咱们公司了不起的新产品，亮瞎他们的双眼。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与我一同见证微光科技在我的带领下研发出的划时代新品。我去！天哪！什么呀？这什么呀？这是！这也敢放手？太搞笑了！关掉！这个视频是假的，谁放的？快关掉！关不掉！关电源！把总闸给我拉了！周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视频中的男人是你吗？那位女士是不是曾经因为下药被带走的艾米老师啊？是林威他陷害我。对，这视频是伪造的，他是因为我接管的公司而怀恨在心，才使用这种下作的手段来污蔑我，大家不要相信。陷害？周明光，你刚刚不还信誓旦旦地说今天的新品发布会都是你一手策划，你能力的证明吗？怎么，连这屏幕应该播放什么内容也是我提前策划偷偷准备好的？你一个一手遮天能力超群的董事长，连屏幕上应该放什么都控制不了吗？这些都是林威的阴谋，他在我身边安插了人，他早就想搞垮我了。这些视频是合成的。各位，关于周明光先生出轨的证据，不仅仅只有刚刚那段视频，其他的全部证据我已经发送到了各位手机上，大家现在就可以查看。这么多证据，周总，你真的出轨了，而且持续了这么久，所以当初酒店那场下药闹剧，根本就是你自导自演，为了掩盖出轨事实。林总，当初你那么信任他，在直播里全力维护他，甚至因此被网友说是恋爱脑，他竟然这样对你。林威，你这个毒妇，你心思怎么这么歹毒？原来一声不响做了这么多，搞得这么多证据，果然会咬人的狗不叫。我们周家造了什么孽，娶了你这么个蛇蝎心肠的毒妇？妈，这么多年，我为你们周家做的还不多吗？公司刚起步，最缺钱的时候，你们说要买房子，我拿出我所有的积蓄买了。你们说要每个月50万的生活费，我有压力，可是我最终换来的是什么？我换来的是替你们儿子隐瞒他出轨的事实。这一家人也太不要脸了，吸血吸的这么理直气壮。我呸！这些钱我们拿着天经地义，是你该给我们的赔偿。赔偿？我林威做了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情需要赔偿？怎么没有？你这只不会下蛋的母鸡，跟我儿子结婚这么多年，连个孩子都不肯生，害我儿子现在都没有后，让我们周家绝后。这就是你欠我们周家的，你拿再多的钱都弥补不了。我以前是专注事业，但是现在也选择回归家庭。孩子会有的，这不是他可以出轨的理由。你少在这胡说八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偷偷去医院做了检查，你身体就有问题，根本生不了孩子。你怎么知道？被我说中了吧？你瞒着这么大事情不说，让我们老周家绝后，你就是过错方，你就应该净身出户。所以你出轨是因为我生不出孩子？当然不是，我早就对你厌恶至极，看见你一心扑在工作上我就觉得恶心。不过妈你说的对，我早就想要个孩子。我们周家最重要的就是传宗接代，你这种生不出来孩子的人，不如去死。难道外面的女人就能给你生孩子吗？那当然，
他怎么过来了？对呀，他怎么过来了？艾米怎么过来了？他来干嘛了？他来干什么？是他，那个艾米，周明光的出轨对象，他不是涉嫌下药被拘留了吗？当然是被周董事长给捞出来了。林薇啊，你做不到的事情，有人能做。艾米肚子里已经怀了我的孩子，识相点，就把这份离婚协议给签了，净身出户。看在你以前还算懂事的份上，我可以额外给你一笔生活费，不然你就真的一无所有了。哼！这人真无耻啊！这太过分了。周明光，我签了这份协议，你就真的不后悔？后悔？你不会以为我对你还有什么感情？我告诉你，我看到你就觉得恶心，每天装出一副女强人的样子给谁看？回到家就冷冰冰的，连个女人该有的温柔都没有。艾米和我才是真爱，只有她才配站在我身边，做微光科技未来的夫人。林薇，接受现实，你在我们幸福的一家三口面前，简直就像个小丑。哎呦，我的乖孙儿啊！艾米呀，你以后可小心点，别摔着。有的人呢，心肠歹毒，可别自己生不出孩子，却害别人的孩子。你们还真是看重这个孩子呢。那是当然，这是我和艾米的孩子，是爱情的结晶，以后更是微光科技的继承人。林总，不要钱。周明光出轨证据确凿，你是无故错方，咱们去法院起诉，他才是该净身出户的那个。林总，我认识很好的离婚律师，专门打这种官司的，绝不能把微光科技便宜了这种狼心狗肺的人呢。是李总，不能签，不能签啊！多谢各位，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想再跟这家人有任何瓜葛，多跟他们纠缠1秒，我都觉得想吐。林总，游戏该结束了。周明光，我签好了，从今以后，你我夫妻2人两不相欠。算你识相，拿来吧。在交给周先生之前，我作为微光科技的创始人，还有最后一件事，需要向所有关心微光的朋友们说明。从此刻起，我名下所持有的微光科技所使用的核心专利，与微光科技集团全部脱离关系。什么意思？什么叫脱离关系？那些专利不应该是公司的资产吗？张助理，看来周总在接手公司后，并没有仔细阅读公司早期的核心法律文件。这份是林薇女士在微光科技集团成立第2年与公司签订的专利技术独家许可协议，其中第7条第3款明确规定，协议中涉及的所有专利技术所有权永久归属甲方林薇女士个人。微光集团仅获得在协议有效期内的独家使用权。那又怎么样？现在还在协议有效期内。协议第9条条款写明，若林薇女士因非自愿原因离开微光集团，则本协议自动终止。也就是说，微光不再拥有林总的专利授权了。终止以后，乙方微光集团必须停止使用甲方林薇女士名下所有专利技术，并一次性结清协议存续期间的全部许可使用费。根据财务部门核算，过去5年，微光集团使用林总的专利技术，应支付的费用累计为3亿元人民币。什么？3亿？3亿？你抢钱呢？本来什么破专利就属于我们微光的，凭什么给他钱？她是我的儿媳妇儿。提醒你，根据林总刚刚签署的文件，他
与周明光先生的婚姻关系已经解除，法律上专利所有权归属个人，与婚姻无关。周总，如果30日内你无法支付这笔费用，那么微光集团将构成严重侵权。您作为公司法人以及实际控制人，您和贵公司担任高管职务的周家亲属是要负刑事责任的，也就是说，要坐牢的。因为你算计我，你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周明光，逼我签字的人是你，说不后悔的人也是你。不就是3亿吗？这点钱算什么？微光马上就要上市，到时候市值几10个亿，这点钱我给你就是了。3个亿，儿子，凭什么白白给他？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周总，恐怕你们已经没有青山了。什么意思？由于微光集团已经确认无法继续使用核心专利，构成根本性违约。截至目前，已经有17家合作方发函提出解约，并要求赔偿。他这不是活该吗？根据合同约定，微光集团需支付违约金、赔偿金以及订单损失，初步估算总金额超过120亿元人民币。120亿？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他们提出解约，凭什么要我赔钱？因为贵方的决策导致微光无法生产合规产品，违约在先，所有合同均有明确条款，这些索赔合理合法。相关律师函以及解约通知已经在过去1周送达公司前台以及您的办公室，只是周总您似乎从未查阅。这不可能！微微，我错了，我不离婚了，心死掉，我们还是一家人，好不好？周哥，艾米和孩子也可以商量。只要你回来，只要你继续把专利给我用，我等孩子生下来，我也让他叫你一声妈妈。我们还和以前一样。是啊，林薇，反正你也生不了孩子，你就把我和周哥的孩子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疼，这不是也一样的吗？你就把专利授权给微光吧，帮周哥度过这次难关，行吗？你们做什么春秋大梦呢？还不上钱，就等着牢底坐穿吧。微微，我错了，你不能让我坐牢，我不能坐牢。艾米肚子里还有我的孩子，孩子不能没有父亲啊！是啊，你不是最喜欢小孩子的吗？等孩子生下来，我让他把你当做唯一的妈妈。我是喜欢孩子，但是我不喜欢野种。我喜欢孩子的话，我以后可以自己生。微微，你在说什么疯话？你身体有问题，生不了孩子，你忘了？周明光，我刚刚给在场的所有人都发了你出轨的证据。其实我在你的手机里也发了一份文件，你要不看看？这怎么可能？这是上个月你陪我去做全身体检的报告。你知道我去检查身体，可你不知道你儿子那天是和我一起去做的检查。儿子，怎么回事？什么报告？儿子，到底怎么了？你快说呀！我来帮他说吧。报告上显示，我的身体一切正常，是你的儿子周明光精子活性检查结果为0。什么意思啊？意思很简单，你的宝贝儿子种子不行，没有能力让女人怀孕。我不信，他骗人的，这是假的，这是你伪造的。艾米已经怀了我的孩子，艾米，孩子是不是我的？到底是不是？周哥，这孩子当然是你的呀。是吗？你手机里还有第2个文件，里面是你的宝贝艾米老师和一个会法语的男人的对话，你要不听听？Mon trésor, cet idiot croirait vraiment que l'enfant est de lui? 宝贝，你说那个蠢货，他会相信孩子是他的吗？ Bonsoir, ma mère, qui a des fenêtres, so green, so nice. 当然了，他很爱我。等孩子生下来，他的钱就都是我们的了。明光，听我解释，事情不是这样的。你听得懂法语？周明光，我以前是怎么那么天真，相信你是一心一意爱我的？不是的，我是爱你的，我只是一时糊涂。是艾米那个女人，她骗了我。
他勾引我的。我承认是我自己能力差，是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们不离婚了，我们还和以前一样，我把公司还给你，都还给你，就像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每天给你做饭，接你下班，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周明光，你真的爱过我吗？爱，我当然。但凡你对我有一点点的用心，你就应该知道我大学辅修过法语，并且我的法语水平一点也不差。所以你一开始就听到了，你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了。从你把他带回家的那天，你们是怎么当着我的面调情，怎么当着我的面想要害死我，抢走我的公司，我都听懂了。我不仅听懂了，还都录了下来。你好，是谁报的警？我报警，我举报周明光涉嫌重大经济犯罪，还有根据我手里掌握的录音证据，这两人多次密谋，说要杀了我。老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看在我们夫妻这么多年的份上，你看在我以前对你好的份上，你就放过我这次吧。我做牛做马报答你，我再也不敢了。放开！我不放。老婆，我求求你原谅我，只要你撤案，我什么都听你的。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松手！现在听你说爱我，真让人觉得恶心。明光，你听话，就跟着警察走吧，好好接受调查。明光，你就去吧，咱们家人可都在公司里挂着职呢。你一个人被抓，好过我们全家人都被抓呀。你要为咱们老周家考虑考虑。带走。微微，不，李总，你看你消消气，公司的事情我们老两口什么都不知道，是明光他昏了头，被那个狐狸精给骗了。对对对，我们就一时鬼迷了心窍。你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们一般见识。家里边那些穷亲戚，我就让他们回老家去。说完了吗？说完了。说完了就滚。真是活该，活该！林总，您就这么放过他们？放过？怎么可能啊！恶人自有恶人磨。哎呀，你个没良心的女人，把我儿子送进去了，现在怎么办？我们家完了，全完了！哎呀，别嚎了，赶紧走吧。幸好之前在明光那儿黑了好几百万，咱们现在赶紧离开这儿，找个地方躲一躲吧。二位哪儿去？李老板，我们就是出来透透气。透透气？我看是想溜啊。周明光欠了我3个亿，那是连本带利1毛都没还呀。现在他进去了，这债是不是爹妈还？李哥，那个钱是明光借的，我们并不知情的。子债父偿，天经地义。带走。救命啊！绑架了！今天在这里，我不仅是要结束一段荒唐的过去，更是要开启一段崭新的未来。我将重新成立一家科技公司——熹微科技。熹微，它是晨光初露的意思，也代表着黑暗之后的黎明，也代表着我个人，以及依然在困境中选择相信、选择重新站起来的女性。我在此郑重承诺，以后熹微科技每年净利润的20%将固定投入于妇女儿童公益事业。林总，这个决定太令人敬佩了，请问是什么让您做出这样的规划？因为我知道绝望是什么滋味，我也知道一点微光对于一个身处黑暗中的人意味着什么。以前我曾经也以为我的世界建立在事业和家庭之上，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个根基充满谎言，当它坍塌之后，我看到的不是废墟，而是一个亲手可以重新搭建起来的更坚实的地基。